历史新发现，全球媒体的历史信息与文章，历史简报。拜登对霍华德大学毕业生说：“美国历史不是童话。”美联社10几名戴住帽子和长袍的学生站住，背对住桥。拜登总统本周末在霍华德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举住手工制作的标语，无声抗议他们所说的多种形式的白人至上主义暴力。他告诉毕业生，美国历史并不总是童话故事，并承认种族主义长期以来一直把我们撕裂。他接着说，尽管历史上出现了严酷的现实，但在最好的日子里，有足够多的美国人为我们最好的一面挺身而出。拜登着重强调了选择爱胜过恨，团结胜过不团结，进步胜过撤退的重要性。他指出，在乔治·弗洛德1年前去世后，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有更多进展。学生们的声明说，他们超越了象指性的姿态，指出他们与继续寻求解放和正义的祖先站在一起。拜登最近还被授予该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Netflix 的埃及艳后让埃及振作起来。外交政策，埃及反对在 Netflix 即将上映的剧集《埃及艳后》中让一位英国黑人女演员出演克里奥帕特拉女王，这是出于历史不满和将现代埃及人与其古老遗产分开的悠久西方传统。包括美国前总统约翰·甘乃迪 （John F. Kennedy） 在内的早期批评者认为，埃及的纪念碑是西方文明的历史根源，西方传统优于埃及。今天的一些批评家受到西方主流叙事的激励，即古埃及人是白人，现代埃及人不如他们的前辈。尽管一些学者认为克利奥帕特拉可能具有多种族遗产，新的争议突出了围绕埃及历史拥有权的问题，以及种族在生产和传播有关它的历史之时中的作用。今天，埃及正在遭受极端和仇外的民族主义趋势，这些趋势是在2013年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 Abdel Fattah el-Sisi 推翻伊斯兰穆斯林兄弟会之后出现的。穆斯林兄弟会的反对者担心该组织会让埃及远离其历史根源，转而将伊斯兰和阿拉伯遗产作为埃及文化和记忆的主要标志。许多人试图确认一种完全植根于古埃及遗产的先天埃及身份。塞西政权支援这种修辞形式的身份政治，以证明其对反对者和批评者的专制镇压是保护国家及其身份免受外国敌人侵害所必须的。2021年，埃及政府在一场壮观的盛大游行中将皇家木乃伊从埃及博物馆运送到开罗的新博物馆。尽管反黑人种族主义和仇外态度在埃及一直存在，但目前的趋势始于2013年之后。埃及在种族团结和反对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有着令人自豪的遗产。包括贾麦勒·阿卜杜勒·纳赛尔在内的埃及领导人接待了 W.E.B. Du Bois、Malcolm X、Muhammad Ali 和其他黑人和泛非主义人物。这一遗产有助悠久的历史，有助于重新激发人们对埃及法老遗产的兴趣，作为对西方文化挪用古埃及文明的一种蔑视形式。这种做法植根于帝国主义的历史。对于俄罗斯人来说，阅读是新的抵抗。外交政策，自乌克兰战争开始以及相应的政治转变以来，反乌托邦小说在俄罗斯的销量激增。对反乌托邦文学的重新兴趣已经归结为以前不关心政治的读者的似曾相识感，因为被禁止的语言已被官方委婉语所取代，当局对异议人士发起了越来越严厉的镇压。因此，随着浪漫、奇幻、科幻和侦探小说的销量强劲增长，逃避现实的需求量很大。然而，非小说类书籍，特别是那些描述纳粹德国经历的书籍，也见证了俄罗斯读者的兴趣激增。据报道，俄罗斯公民社会分为现在居住在国外的俄罗斯人和留在俄罗斯的俄罗斯人。如果这些关于俄罗斯政府行为责任的辩论正在进行，那么他们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绝望。不，加州不应该支付奴隶制赔偿。英国《每日电讯》，加州的赔偿工作组建议，个人每人获得高达1.200万美元的赔偿，以解决加州黑人社区在历史上遭受的历史错误。国家的成本将达到数千亿美元。加利福尼亚州于1850年加入美国联邦，在此之前，该州没有奴隶。黑人现在占加州人口的 6.5%， 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准。此外，该报告没有涵盖加州非黑人居民遭受的其他不法待遇，例如被关押在居留营的日裔美国人和遭受种族歧视的中国移民，似乎不大可能支付赔偿。重建社区，原子弹爆炸后的广岛。日本时报，广岛克服悲剧和重建的历史将在即将在该市举行的G7峰会上得到强调，因为对核战争的担忧日益加剧，世界许多地区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
该市近92%的建筑物被摧毁或烧毁，而当时约有14万人，占该市人口的40%，在1945年原子弹爆炸后的1年内死亡。即将举行的峰会的讨论主题包括恐怖主义、难民和气候变化在内的全球问题，对核威胁的担忧日益加剧，结束了为期2天的会谈。文件显示，丘吉尔破坏了史达林对国际空军的愿景。英国《每日电讯》，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提出的合并英国、美国和苏联空军的计划被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否决，原因是担心俄罗斯获得英国绝密的航空技术。根据解密档，史达林曾建议在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国际航空队，但英国军方领导人担心英国失去技术优势。内阁还听说，这样一支部队可以威慑潜在的侵略者，并促进国家之间更密切的合作。该计划从未付诸实施。追溯苏格兰在罗马世界中的独特地位。BBC 由杜伦大学考古学名誉研究员安德鲁·蒂布斯博士领导的新研究表明，罗马人在西元70年首次入侵后的10年中，在苏格兰建造的建筑物规模很大。蒂布斯博士对近100个地点进行了数字调查，这些遗址与罗马人显然认为有可能征服整个国家的第一次入侵有关。这个概念导致了后来哈德良长城的建造，揭开雅典卫城的古老可达性。加拿大环球邮报，建筑师和城市设计师应该在规划中更多地纳入残疾人的意见。设计师和历史学家大卫·吉森 （David Gison） 说。新书《残疾人的建筑：超越通道的建筑、城市和景观》的作者看到了公共空间中的攀爬建筑。最近的纽约建筑以楼梯为焦点。虽然当代建筑包括轮椅通道，但吉森声称听力损失和认知障碍等隐藏的残疾需要在设计中额外考虑。吉森还呼吁加强身体适应，以说明残疾人应对极端高温，因为许多城市的城市规划经常强调提供阳光充足的公共空间。吉森指出，温度会对某些残疾人产生不利影响。他认为，残疾人可以提供一个更有利的城市政治视角。吉森的学生参观了维也纳，研究残疾人如何在塑造城市的住房结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建筑和设计行业一直在努力实现包容性。谷歌搜索设计负责人乔恩·威利 （John Wiley） 谈到了自己作为阅读障碍设计师的挣扎。在一次采访中，他强调需要通过简单的语言、颜色组合和确保人们能够尽可能多地控制他们的体验来更好地进行无障碍设计。从头版女孩到新闻编辑室领导者。纽约时报，布鲁克·克罗格 （Brooke Kroger） 的《无畏：女性如何改变美国新闻业》and How Women Changed American Journalism 是一本关于美国新闻界女性的简明而生动的描述，记录了印刷新闻业的先驱。克罗格的新书试图创造一个令人难忘的广泛新经典，虽然其丰富的尾注表明有多少人试图通过对新闻业女性的成就进行分类来改变现状，但克罗格的名字是否会坚持还有待观察。克罗格的叙述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像他那个时代的著名记者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 （Elohir McCormick） 这样的人物不是家喻户晓的名字？部分答案在于印刷新闻的短暂性，但性别也很重要。女记者经常被贬低到毛茸茸的节拍中，她们的读者大多是女性，不再是过去的守门人。黑人妇女遭受了种族和性别的双重界限。克罗格的最后一部分记录了21世纪在更广泛的危机新闻业轨迹中单一女性领导者的崛起。法国里维埃拉如何浮华？外交政策。乔纳森·迈尔斯 （Jonathan Miles） 的新书《从前的世界：法国里维埃拉的黑暗而闪闪发光的故事》（Once Upon a Time World: The Dark and Sparkling Story of the French Riviera） 探讨了蔚蓝海岸长期以来一直是富有的外国人炫耀财富和沉迷于轻浮的地方。迈尔斯描绘了里维埃拉的发现，他如何开始吸引富人和名人，并最终演变成一个通常被称为贵族集群 F星号的地方。过度的行为和怪异的性格是常态。然而，在探索了从美好时代到现在的地区之后，这本书以某种阴郁和谨慎的语气结束。最近几周，该地区的水资源短缺引发了当地媒体关于配给措施的辩论。环保活动人士抨击了这一提议，并要求限制游客人数。尽管如此，里维埃拉仍然受到游客的欢迎。2022年的季节是例外的，有600万游客和座无虚席的酒店。本周举行的臭名昭著的戛纳电影节只是为了加强里维埃拉的形象。加拿大花样滑冰冠军玛丽莲·维特斯托克是冰刃上的芭蕾舞演员。加拿大环球邮报：加拿大的玛丽莲·维特斯托克去世，享年95岁。
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滑冰运动员，他的职业生涯被传奇的芭芭拉·安斯科特所掩盖。维特斯托克在前3年获得斯科特的亚军后，于1947年赢得了加拿大女子花样滑冰冠军。斯科特在1948年冬季奥运会上赢得了金牌，维特斯托克获得第12名，但这位出生于多伦多的滑冰运动员赢得了前奥运会选手 TD Richardson 的赞扬，他形容他的日常工作精致。在 Shipstead 和 Johnson Ice Follies 担任独唱明星之后，威斯特后来在安大略省执教花样滑冰俱乐部。克罗埃西亚最棒的30个假期。英国每日电讯。据卫报报道，克罗埃西亚已成为一个越来越受欢迎的目的地，去年接待了1890万游客。许多人在7月和8月访问了该国，但其他人开始探索鲜为人知的目的地，如东部的奥西耶克和伊洛克。这个国家的这个农村地区有很多东西可以提供，包括精致的白葡萄酒、美食、河边自行车道和引人入胜的复杂历史。从6月开始，该的区将由伦敦斯坦斯特德和奥西耶克的直飞航班提供服务。该国的亚德里亚海沿岸仍将继续吸引大多数首次来访者，但鲜为人知的地区感觉更轻松，并且具有人群较少的优势。其他游客必看的地方包括杜布罗夫尼克、斯普利特、罗维尼、赫瓦尔、隆尼斯科波列和杜吉奥托克。谢谢收看历史简报。